去银行取钱，柜员误把50万看成500万，多给了我450万。我和客服表示金额不对，他却说离柜概不负责。还有这种好事？晚上，分行给我打电话，您下午从我行拿走了800万，其中50万是您自己的钱，请及时归还我行的750万。什么？今天去银行取现，柜员眼花了，把50万错看成了500万，直接给了我500万的现金。看着沉甸甸的几大袋钱，我犹豫了，因为我卡上根本就没有500万，我的卡上最多只有50万零几千块钱。没有人不喜欢钱，更何况是如此大的一笔天降横财。麻烦您清点一下，我行规定离柜概不负责。我点点头，直接拿着钱离开了银行。我其实很讨厌与这家银行的员工打交道，如果不是迫于无奈，我早就注销账户了。银行里的大厅装修得非常华丽，办事窗口更是开设了好几个，但是永远只有一个窗口在工作，其他窗口永远都是暂停服务。明明外面已经排满了队，但工作人员仍旧不急不慢，在里面谈天说地，仿佛外面的长龙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。好几次我去取钱，柜员一听我要办理取现业务，就立马开始给你甩脸色，然后开始各种为难，各种盘问我去办业务。柜员却总是变着法的忽悠你开通这个，开通哪个出了分行。我掏出手机打开了录像，然后在摄像头的注视下，用另一部手机直接打电话给银行客服。我是张千和，今天下午3点33分，我们在你们广陵分行取钱，出来后我发现金额数额不对，麻烦给我预约一个时间，我申请重新办理。银行客服听到我的话后，立马不乐意了。张先生是这样的，我行规定离柜概不负责，很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我帮不了您，请您理解。你这人怎么是这样的？你工号多少？怎么这样说话？我这是为了你们好，为了我们银行好。先生，我的工号是，这种情况我们真的没办法处理。离柜概不负责是保护双方权益的规则，您当时没清点清楚，现在实在不能为您重新办理，请您理解。说罢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早想质疑他们了，我从来没有给他们工作人员造成过任何麻烦，可他们就因为你要办理业务，为了自己的提成收益，就开始各种欺骗消费者。好几次我明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只办理存款业务，不办理其他任何业务，可是偏偏工作人员就一直有意无意引导我，把存款转成理财，转成保险，还说什么收益高。我看是他们提成高吧，取款时更是过分，我自己的钱使用前还得跟他们报备，美其名曰是为了我们好，可是但凡我钱款流向说的稍微有点不清楚，他们就会以可能被诈骗为由拒绝我提款，就连报警也没用。网上大家更是纷纷吐槽自己用款超过5万就立马限额冻结，诈骗分子却能轻轻松松转走上百上千万。更令人咂舌的是，父母过世，子女却继承不了他们的存款，因为户口本证明不了你爸妈是你爸妈。想到这里，我麻溜的把卡里所有的钱全部转走了。太阳落山，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广陵分行却是炸了锅。银行看似每天4点5点下班了，其实他们只是结束了对外的营业服务，只是不接待客户了。关门之后，他们还要开会、算账、整理一天的收入支出等等。可是今天却是炸了锅，行里的工作人员一个个神色紧张，莫名出了几百万的亏损，所有人都要被追责，所有人都惴惴不安。很快原因查明了，下午有个客户原本只是打算取50万巨款，可是柜员竟然取了500万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位客户在行里的存款为0，原本剩余的几千元存款也在不久前全部被转走了，连强行划扣填补损失都做不到。这件事情怎么看都像是有组织有预谋。为此，领导还特意把涉事柜员拉到办公室谈话，再三确认柜员与客户非亲属关系后，才一脸铁青地走进了行长办公室。行长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已经查明原委之后，柜员与取款人张先生没有其他特殊关系，柜员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已经查过了，张先生之前与我行有很大的矛盾，我们预计让他把钱还回来的概率无限接近于0。分行长看着桌子上关于我的客户资料，久久无言，一支烟闭后沉声说道：这种事情瞒是瞒不住的，肯定要上报总部，向上汇报就行，该受罚受罚，该追责追责，我们尽力找姓张的追回损失就行。不过银行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他既然敢拿，就要做好家破人亡的准备。上报总部时就说姓张的多拿了咱们分行的750万。深夜，我正躺在家里刷视频，终于银行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。请问是张千和先生吗？今天您去我行取现，对我行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，现在对您做出正式通知。事发原因是柜员不小心多给了您几百万，我们即将动身，会在深夜前往取回，请您配合，否则我们会走法律程序，动用一切可能手段追回资金。对您造成的任何额外损失，请您后果自负。那边开口说道，语气之中傲慢尽显，这是相当高明的话术。即使我不同意，他们现在过来取钱，也会在无形中承认我多拿了银行几百万的事实。而在我国，不当得利会涉及到法律责任，严重时会牢底坐穿。我有时很好奇，银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种情况下，正常人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好好沟通，尽力解释这是一个误会，然后根据对方态度来揣摩下一步行动吗？明明是他们柜员的错，为什么他们要一脸傲慢地通知我还钱，不配合后果自负？1年多过去了，他们的服务态度还是这样，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什么几百万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？而且你们不是说了，
你们分行的取现业务，黎贵概不负责。是这样，关于黎贵概不负责这条规定，最终解释权归本行所有。按本行规定，取现时，如果您这边没有核对好金额，出了问题确实是黎贵概不负责。这条主要是针对顾客的，如果是我们不小心多给了，还是需要您退还的。毕竟这个涉及到不当得利，是违法的。真是流氓啊！钱给少了，客户没发现，那就是黎贵概不负责；自己钱给多了，就成客户不当得利，是违法了。合着分行少给顾客钱后，多出来的钱就不属于不当得利了。你说我拿了你们银行几百万，我问你，你怎么证明这几百万是银行的钱？张先生，我们行内有监控的，你推脱不了的。对方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户口本都证明不了我妈是我妈，你们怎么证明监控里的人是我？就不能是别人化妆成了我的样子吗？我也知道，我这话明显就是在耍无赖，但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。果然，对方听到我的话后，顿时沉默了。面对自己的流氓话术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复了。其实我并非真不打算把钱还给分行，我只是十分不满意他们傲慢的态度。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，自己是斗不过银行的。我和银行去年就在打官司了，案情明了，证据充足的情况下，到现在都没有结案。律师和我表示，即使最终官司能够打赢，银行工作人员拒不执行的概率也很大。因此，我的底线就是钱可以还，但是只能还200万。这样吧，去年我在你们分行有250万的存款不翼而飞了，你们说是员工个人行为，我不认可。钱是在你们银行存的，出了事就得你们负责。这个官司咱们一直打到现在，现在我可以选择撤案。这次我只归还200万，多出的250万本来就是我的，这样可以吧？不料听到我的话，对面却炸了。200万，张先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得还我们750万。我觉得我的脑子一下子懵了，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这时，对方继续说道：“张先生，去年的事情我行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，您账户上250万不翼而飞，是我行员工的个人行为，与本行无关，与这次您多拿了我行750万的事不搭嘎。这750万您该还得还，至于那250万的事，咱们要相信法律自会给一个公道。”对方的话直接把我气炸了。律师都已经说了，即使那250万胜诉了，你们拒不执行的概率也很大。现在让我相信公道，我本想发作，但还是深吸一口气，决定问个清楚。你刚刚说我从你们银行拿走了多少？您下午从我行拿走了800万，其中50万是你自己的钱，750万是员工个人失误。你如果不及时归还，我们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。去你妈的！老子不还了，要打官司随便你。还未等对方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原本只是想给银行一个教训，让他们收起自己的傲慢，结果自己变小丑了。这群人真敢说，明明只有450万，却硬说成750万，无形中多了300万，在一线城市都能买套房了。如果我要还钱只还200万，银行工作人员不乐意；如果让我还750万，那我就成天下第一冤大头了。大不了就打官司闹上法院，反正我有证据。我下午的视频不是白拍的，它是一份极其完美的证据。去年我在银行账户上的250万不翼而飞，银行工作人员左右推脱，说这钱与自己无关，是银行员工个人行为，不应该找银行。可当我问他具体是银行哪个员工时，他们却说事关员工隐私，不方便告诉我。这不明白拿客户当傻子逗呢？钱确确实实存在了银行，出了事就是银行的问题。这么一目了然的案子，却一直拖了又拖，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案，追回钱款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类似今天这样可以一雪前耻的机会，我有必胜的把握，可以狠狠给银行一个教训。毕竟事先我已经做了很多功课，只不过我不明白，按理说我只归还200万的方案，银行即使不同意，多少也会考虑一下。但是他们为什么反而一口咬定我多拿了他们750万？这多出来的300万是怎么来的？第二天一早，我家的房门就被敲响了，分行的工作人员找上门了。我现在的住址从未透露出去，对方却能准确找到我的地址来人，是分行的经理，带着2名员工。张先生，你多拿走了我行的钱，今天我们过来取钱，烦请把那750万物归原主。什么750万？我不知道。我不耐烦地答道。张先生，如果您继续这样，我们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，到时候您需要承担的不只是750万这么简单，还要承担我方的诉讼费、误工费、来回路费等等，而且我们会把这笔钱记录在您的征信上，那样您就成黑户了。您可想好了？大堂经理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是话里的威胁之意却十分浓郁。你把我当日本人整呢？只有贷款才会上征信，这笔钱有我相关的贷款签字，要我还钱也行。你们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做黎贵概不负责？这条规定是我行定的，最终解释权在我行。具体原因昨天已经和你解释过了，这条规定与您归还不当得利没有关系。那去年我在你们行里250万存款不翼而飞呢？你们至今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个早就解释过了，是我行员工的个人行为，我行也是受害者，与现在这件事无关。你说是你们银行员工个人行为，
你把他身份告诉我，我去找他。这个涉及到员工个人隐私，无法告诉您，我们行内会予以追责的。而且，这与您归还这750万不当得利无关。那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谈的，咱们法庭上见吧。我并不客气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张先生，我提醒您一下，早还款对您来说反而是好事，不然您的损失比我们大得多。不信，您可以联系一下您的爱人。对方一副吃定我的样子，看得我惊疑不定。就在这时，老婆打来了电话。老公，咱们公司所有的钱全被冻结了，说是涉嫌诈骗。听到妻子的话，一旁的大堂经理顿时就笑了，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。张先生，放弃吧，僵持下去对咱们都不好。我没有理会他的冷嘲热讽，走到一边开始与妻子私聊。咱们公司开户行有4到5个，里面的钱全被冻结了。一大早收到的消息，所有开户行里的钱全被冻结了，联系各个银行，他们说这些钱涉嫌诈骗。听到妻子的话，我立马看向了大堂经理。是不是你们干的？拿这个威胁我？他们就是想拿冻结现金流这招来逼死我。我们夫妻名下的公司经营10多年了，在户头里最久的一笔钱都有10年之久。听到我的话，大堂经理脸上笑嘻嘻，但是身体却在摇头。他这是怕落下话柄不肯说实话，而与他同行的银行员工一个个都露出看好戏的眼神。你昨天说与银行可能会有矛盾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电话那端妻子焦急地问道。我急忙走到一边，悄声把来龙去脉解释了一遍。现在公司的情况真的很糟，一家公司可以没有盈利，也可以没有资产，但就是不能没有现金流。这资金冻结期间，只要公司有任何波折，公司都会直接倒闭关门。让我们做出一家这么大的企业，我们是做不到的，但是搞垮一家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很轻松的。一旁的大堂经理突然说道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的拳头紧紧握起，我紧握拳头一言不发，已经有些认命了。不料下一秒，妻子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，我知道他在点我呢。老公，我支持你，这银行欺人太甚了，即使咱们生意不做了，也得狠狠出口恶气。刹那间，我都怀疑自己出现幻觉了，不敢置信地听着妻子的话。他家分行的吃相太难看了，我也早就看他们不爽了。之前我母亲过世，他们竟然要求证明我妈是我妈，还说户口本证明不了，而且明明只有450万，他们竟然敢开口750万，这不欺负老实人吗？我可不愿意吃这个亏。你要是怂了，我鄙视你一辈子。妻子就亲身经历过被银行工作人员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，但这是10多年前的事了。我本以为妻子会劝我先妥协，然后找机会解释那300万的事，没想到她竟然一反常态，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干他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老公，你去请律师商量下后面官司的事，我去一家一家跑银行，把资金全部解冻。如果没有解冻，那咱就卖房卖车，把现金流给续上。妻子整理了下思路，开始安排工作。好的，老婆大人，咱们干他。我与妻子达成了共识，这可把一直旁听的大堂经理气得够呛。就当我想到抛下他们，前往律师事务所时，没想到竟然被他们强行拦了下来。张先生，今天不拿出这个钱，您哪儿都去不了。大堂经理神色不善地说道。听到他的话，他身后的2个人直接拦住了我所有出路。我没有与他们过多争论，直接选择了报警。警察过来之后，我才得以脱身。找律师是没用的，乖乖掏钱才是正道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聒噪，然而我很快就明白了对方有恃无恐的原因。我再度联系去年帮我同银行打官司的律师，可是他却一脸为难地拒绝受理我的案子。我手头有充足的证据，我们这场官司不会输，你为什么不接？我认真地和律师说道。律师一脸为难地拒绝了我。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他才吐露出实情。原来他已经失业很久了，去年他帮我与银行打官司后，他就被整个行业封杀了。他隐隐约约觉得和银行有关，可是一直没有证据。从去年到现在，他已经1整年没有接到案子了，现在已经改行在步行街做炸鸡排了。今天是你运气好，我恰好有事来律师事务所，不然你得扑个空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久久沉默，想安慰他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这件事你也不要找其他律师了，整个广陵没有人敢接的。律师也是普通人，也要吃饭的，有我做典型，没人敢接的。去年自从接了你的案子后，我1整年接不到案子不说，连银行卡都隔3差5被冻结，1个月有大半时间都要跑银行的。听着律师的话，我很诧异，刚认识时何等的意气风发，现在整个人却颓废无比。我们还有机会的，这次我们有足够的证据，只要我们能打赢这场官司，无论是你的处境还是我的处境，都会彻底改变。只要官司赢了，对方就不再找我麻烦了，而你则拥有了巨大的名气。你开个短视频账号，把自己打赢官司的案件天天营销，翻天覆地地讲，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你。你还怕接不到案子？我就看到网上一个律师自称曾经和陌生人争夺过对方孩子的抚养权，离谱的是，最后官司还打赢了。消息一发出来，
每天联系他的人络绎不绝，凭我手上的证据，官司无论怎么打，输的概率都很小。听了我的话，律师久久无言，只是一支又一支的抽烟。也罢，我很看好这个案子，咱们赢的机会很大，我再陪你赌一把，赌输了我就彻底改行卖煎饼果子。反正我已经被律师行业封杀了，在这行已经吃不了饭了。官司打赢了，我就一跃跻身金牌律师。毕竟不是每个人打官司都能赢过银行的。与律师聊毕后，我们便开始准备各种应诉证据。而为了缓解他的压力，我特意付了3倍律师费。很快，开庭的日子到了，与去年的场景一模一样，两拨人马再次对簿公堂。只是这次原告被告身份对调了一下，眼看局面越来越差，我们却丝毫不慌，轻松一笑，拿出了我当时录下的视频以及通话录音。对方律师立马宕机，大脑都不够用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尤其当通话录音中清晰无比的传出银行客服拒绝重新办理业务之后，银行的人脸都黑了。刚从法院回到家，我就接到了银行的电话，还是一样的傲慢，奉劝我不要无谓挣扎，早日还钱。我没有理他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经过妻子不断的投诉，公司账户已经解冻了一半，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与他们斗到底，优势在我。然而我却完全低估了对方，对方根本没有善罢甘休。这次他们联系上了我的父母，父母已经退休多年，早已在家颐养天年。可是银行工作人员却手拿文书，半夜找上了他们，对他们直接一顿输出，又是威逼又是恐吓，吓得我爸妈大半夜睡不着，连连给我打电话哭诉。我爸妈年事已高，本来就有些糊涂了，再经过对方这大半夜的恐吓，差点就喝了农药。幸亏我回来的及时，看见我回来，母亲顿时哭了出来。儿子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到底犯啥事了？对方说要让咱们家破产倒闭，还说搞不好要坐牢蹲耗子呢。他们老两口平时也算和善，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？爸妈，你们纯粹是多虑了。我耐心安慰道，随即把与银行工作人员的恩怨说了一番。他们是真够无耻的，去年我在银行里的250万存款不翼而飞，他父母担心，我都没有告诉父母，他们倒好，这次竟然恶人先告状，主动找上门了。听到我的话，爸妈顿时犯了难，潜意识里觉得普通人不应该跟银行斗，可是一旦认错，就要额外多掏出300万。要不你再和他们商量商量，说那300万是个误会，再把那多出来的450万给还了，咱们一家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好。儿子，你要知道，自古以来，民是斗不过官的。父亲一脸担忧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他们是在为我着想，可是父亲却不明白，现在时代已经变了。”爸，放心，我已经有应对措施了，咱家会没事的。随后我把自己的想法、爱人的支持，以及与律师最近做的事同他们和盘托出，他们才放下心来。而父母也在我的鼓励下，在对方第2次上门之际，直接选择了报警，声称对方恐吓老人。警察也没有客气，直接把所有银行上门人员直接拘留了几天。他们这才老实下来。我直接起诉了所有银行工作人员恐吓、暴力威胁老年人的，还拿出了当时的证据，把刚出来的大堂经理气得原本发黑的脸色都开始变得惨白。很快第2次开庭了，这一次银行工作人员拿出了更多的证据，试图证明我方不当得利，但是这些都被我们轻描淡写的挡下。庭审时间耗尽，法官宣布延期再审。宣判下来后，银行新任大堂经理却不慌不忙。张先生，我行愿意再给您一次机会，您拿走我们银行750万的事儿，我行不可能不追究，但是也不想把你逼到死路上，因此我们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法。什么折中的方法？钱呢，您肯定是要还，但是只还450万就行，剩下的300万，我们可以把它转变为企业贷款，即变更属性成贷款性质，这样您就不用还钱了，每月只还利息就可以了。那满2年之后，这300万怎么处理？到时候我们有办法给您再次延期2年，一直延下去，延个10年20年没问题。很好的办法，可是我拒绝。我直接不留情面地拒绝道：“他们想得真美，一旦我同意了他们的做法，听起来那300万就可以一直不还了。但是哪来那么好的事？到了2年之后，如果他们不给我延期，我就得乖乖还钱。毕竟我已经承认，那凭空多出来的300万成了我名下的企业贷款。这个方法对我没有一点好处。”张先生，您先不要着急，我们给您7天考虑时间。7天半天我都不考虑，我心里暗自鄙夷。可我刚回到家就接到了电话：“老板，不好了，咱们的合伙商刚刚通知我，他们要取消和咱们的合作。”听到手下的话，我心里面一堆 C 字开头的词冒了出来，肯定是银行搞的鬼。我一边大骂一边给合作客户打去了电话。我们大半的合作商都是本地的企业，都与广陵分行有不浅的关系，因此他们看在银行的情面上，才给我公司打来了电话，妄图给我施加压力。原来是以为吃定我了，可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：企业与银行的选择从来都是双向的。我仅仅用了半个小时，我就与给所有合作商老板打去了电话，并把所有事情简单解释了一遍，并且约定好了一起吃饭。张总啊，听说你可舞辛了咱们广陵分行一把，
你这行为可是有碍团结啊，张总，你黑了银行750万，有好处不光能自己分啊，你看我哪儿的进货价是不是也提一提啊？听着一众老总的话，面皮都有些抽搐，我就知道他们的动机根本没想过帮银行，是想从我这里捞一杯羹。虽然有落井下石的嫌疑，但是做生意嘛，生意场上这样很正常，与真小人打交道总比伪君子要强。嘿，哪能啊！老张与广陵分行的恩怨大着呢。去年广陵分行吞了老乡250万的事儿，你们不知道吧？酒席之中还是有不少真朋友替我说话的。去年老张他们公司的250万不翼而飞了，广陵分行说是员工个人行为，死活不肯赔偿。如今官司都打了1年了，都没有结果。真的假的？哪还能有假？去年得知这事儿后，广陵分行的公户我就少用了，就连我家保姆知道这事儿，都把卡里的几百块钱提了出来。听到好友的话，一众老板脸色阴晴不定。今天银行敢这样对我，明天就敢这样对他们。那他还挣了银行500万呢，也不亏。抛开那250万，我最多只拿了银行200万，我都不知道那300万哪儿来的。这也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点。这300万总不能是凭空变出来的吧？不可能啊，老张，你又张口瞎说。老张，这有什么不敢认的？就是咱敞亮点。众位老板都不相信，惹得我连连解释。我倒是应该知道，那多出来的300万是哪儿来的。此时坐在一旁久不说话的吴总开口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去年广陵分行的赵行长在澳门输了300万。你们说他一个分行行长上任不到3年，这么多钱是哪儿来的？干！一瞬间我全明白了，原来这群孙子又打算拿我当提款机呢。几天之后，我花费了一些代价，逐一与每个供应商重新建立了合作关系。而此时律师也通知我法院开庭了。本以为我会乖乖束手就擒，可是他们却没想到等来了一纸败诉。法院眼见银行提供不出更多的证据，直接以对方证据3性不满足，怕我胜诉。就在银行大堂经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之时，他同时接到了行里的通知，分行赵行长以涉嫌挪用行内资金被立案调查，与他关系密切的相关知情人士全都要被调查。一瞬间，他面如死灰，一时间眼角滴落几滴悔恨的泪水。而在几天后，我见了广陵分行的旧行长，与上一次见他相比，几天之内他仿佛老了10岁。如果当时我们只让你退回200万，你会还钱吗？他开口了，我沉默片刻，点点头。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有底线。看到我点头，分行行导满脸懊悔，直接开始嚎啕大哭。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广陵分行的新行长上任的第一天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去年我250万存款不翼而飞的事情，已经足足折腾了1年。今年是时候结束了。新上任的行长没想到一上任就面临这样一个烂摊子，他本能的打算沿用前任的计划，即使败诉了也拒不执行，反正分行又不怕。可是他没料到，法院刚判我胜诉的那一刻，我直接花钱雇了一大票记者博主堵在了银行门口，而我则开始在他们的直播中开始讲述事情原委以及银行的无赖。看着事情发酵的越来越大，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，越能出奇制胜。新行长怕了，咬咬牙，把去年的250万本金以及误工费、律师费等一众费用全都一股脑掏了出来。拿到钱的第2天，我就给妻子新买了一个包，以及换了一辆新车。与此同时，网络上也多了一位金牌律师。